你好，是我小谭。小明的事儿，安迪跟我说了，他怎么样？还行，之前状况不太稳定，但是我请了肖院院长跟我一起，已经睡着了。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人我接出来了，不可能送回原来的地方。我已经跟南通的疗养院联系过了，那边愿意接收。我能不能给你个建议？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小明毕竟是安迪的弟弟，还是应该由安迪来做主。去年刚找到人的时候，我在上海这边曾经联系过一家疗养院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好，离安迪也近。要不要把人放到这边来？这是您的意见还是安迪的？有什么区别吗？陈总，很抱歉，这件事情上我跟安迪有分歧，我不太赞同他的态度。如果是他的意见，请他自己给我打电话。所以说，这个男孩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，有点精神方面的障碍。他父亲为了汇你的生活费，把人抢了回去，包总又把人抢了回来。我现在不敢跟包子联系，我发现我越来越害怕承受他对我的关爱，我更害怕承受别人对我的猜测。我害怕变故，担心未来，只想逃避，也为难自己。实在不行就逃避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当我知道小明还有他父亲那边家庭的时候，我除了担心小明，我甚至有点庆幸。我庆幸，是不是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？我甚至寄希望于1%的可能，小明的精神分裂是来源于他的父亲。如果小明的精神障碍来源于他的父亲，那就说明安妮姐妈妈的精神疾病未必会遗传，发作的几率也就小了很多。安妮，你这么想没错，自保是常人的本能，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，所有的人都会这么想。你换作是我们5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。是啊，安妮你没错，你又不是圣人，干嘛这么苛求自己啊？其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好。当他们把小明接走的时候，我明明知道小明会面对什么，我明明知道小明会受苦，但我还是让他们把小明接走了，因为我害怕未来他们会抓着小明不放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可能就只有这样才能断了那家人的念想，才能让小明从赚钱工具的位置脱身出来，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。怎么办？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我还在想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会那么排斥别人的亲密？为什么谈个恋爱也那么束手束脚？你怎么这么可怜？安迪，你怎么这么可怜啊？回来，你放手！回来，安迪，回来！哎呀，你要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安妮这么难受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吼什么吼啊你？我难过不行啊！你臭莹莹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上次我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正好不在，而且事关安妮姐的隐私，她没说，我们当然不能告诉你。既然现在包总已经把人接出来了，你打算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现在看他发的那些照片，
我都心惊胆战的。我也不知道他要把我的弟弟带到哪里去。喂，老谭，怎么样？我跟小包总谈了一下，他打算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，说是已经联系了南通的疗养院。我建议他把人送到上海来，但是他现在有脾气，说既然是你的意思，让你亲自跟他谈。他在生我的气。有点儿。他们正在去往南通的路上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秀媛院长也一起跟着，小明的情况应该还好。我在想，既然人在他手上，我现在还不太好跟他闹僵，是不是还是你先跟他沟通一下？实在不行，我再想办法强行把人带回来。OK， 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我麻烦老谭帮我把小明接到上海来，但是包子不肯，他要把他带到南通的疗养院，他让我自己亲自跟他谈。为什么呀？这还不知道呀？包总生气了呗？小包总生气了，为什么呀？这很难理解吗？安迪和包总现在是男女朋友，女友有难挺身而出，但是呢，当事人不光不领情，还求助于别的男人，包总当然会不爽了哈。也不全是。其实我跟包子在小明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。他觉得我这个人太冷血了。情侣之间最怕的就是不信任。你说你不接他的电话，不回他的微信，他有情绪是很正常的。安迪，不管你想怎么处理小明的事情，首先先跟包总打个电话。要是如果没有小明的事情，我真的希望自己就像鸵鸟一样，把头埋在沙子里看不见，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小明怎么办？难不成真的让包总把他送回南通吗？小雪，安迪还好吧？包总，你让我回来看安迪，人我是看过了，在家呢，就是不太高兴。有多不高兴？别装傻啊，想想吧，怎么道歉？我一会儿帮你转达。凭什么我给他道歉呢？就凭你是男人呀！真逗，这种问题你都问得出来。哎呀，人真的是越正经越傻帽。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想不开。安迪可是你女朋友，你不宠她，谁宠她呀？自己好好想想。你告诉安迪，我同意他的意见，连夜奔往上海，让他的人做好准备。还有啊，能睡一会儿就让他睡一会儿。那差不多。搞定了。包总啊，让我带他向你跟你道歉，说他是公子哥儿脾气发作了，很不对。他现在啊正带着人来上海呢，并且啊随时汇报位置。你不是骗我的吧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他跟我道歉。我看你这么难过，可心疼了，就劈头盖脸给他骂一顿。他被我一骂啊，直接投降，说让你准备好接人吧。你骂他什么？哎呀，这么简单的事儿啊，就只有你这种聪明才不知道。关关宝贝，邱莹莹，你们俩也看好了啊，这种事情啊，一般人我是不会传授给他的。但是呢，对于老公、男朋友什么的，特别好用。学好啦？
是人家是女人，人家是女人，是女人。懂了吗？所以你是女人怎么了？我就说吧，你这种人啊，香水永远只配用柳杉。记住了啊，撒娇才是女人的杀手锏，对于任何一个男人都管用。当你跟你男朋友吵架吵不过他的时候呢，立刻软下来，娇滴滴的告诉他你是女人，女人就是脆弱，就是金贵，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。我想一巴掌我呼死你！就你这还撒娇呢，恶心！是不是干哭2句效果更好呀？哎，你快开窍喽。安迪呢？我还是不太相信，老谭都搞不定的事情，你就说了一句“我是女人乘以3”，你就搞定了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樊姐，你快看看他真的是快笨死了他，我跟他真没法聊天了。你这个办法有效，可是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。2个人谈恋爱呢，不一定太讲道理，但是一定要亲自跟对方说。包总已经算大度的了，换做别人早就被你气死了。你太不相信他。这样吧，看你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着的，我们留下来陪着你，等消息。等包总到了疗养院，我们陪你一起把弟弟安置好再回来。对，你现在这样，我们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儿的。这样吧，我去泡咖啡，给大家提提神。那我帮他去。走，一起。小曲，你确定是真的？他们现在来上海？当然是真的了，都不相信。